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突然礼拜天宣布要去美国，然后立刻就走。他下午才在新北办他那个竞选办事处的成立，然后晚上就走，然后到礼拜一在美国从早到晚忙了一天以后，礼拜一就回来。所以呢，加上时差，礼拜三到了，他说开记者会，他去哪里呢？拜会了白宫的国安会，拜会了 AIT 总部，然后细节保密。美方也不透露，那他们也不透露，说回来开记者会再说。那另外呢，传出来华府有人是说，希望黄国昌、民众党摒弃党派的旗舰，回到台湾跟民主的友盟同阵线，就是跟主张民主的啦，主张增加国防预算的，希望白营跟他们同阵线，因为白营现在8席，只要有6席，加到哪里就影响到过半不过半。所以如果说白营说跟民进党说我们通过总预算了，通过国防预算就通过了。所以虽然他人不多，但是重要的少数关键那所以呢说，发布人士说了，黄国昌回国，你看我们给你看给你简报了，对不对？回去以后希望跟这个支持国防预算的党派合作，就是这个意思那而且呢，黄国昌还没有回来，就15%关税，曝光了，说关税黄国昌去谈的吗？那民进党就酸黄国昌，还没有到美国就用他的 WiFi 念力就谈成啦，关税谈成啦，就笑黄国昌。然后呢，这个黄国昌呛说呢，这你们御用的携手带风向，他说根本没有那个什么要跟什么谁什么同盟啊，跟什么没有这个事情啊。都没有谈到这些内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出来呢？我们看一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率团访美，访团在美东时间12号的早上5点40分抵达华府。台湾目前处于一个内外交强迫的状态，赖清德政府在面对这个状态的时候，不是想着要怎么样解决问题，而是要想着怎么样带领这个国家前进。反而把绝大多数的时间拿来斗争战。黄国昌闪电访美行前表示，预针对军购和关税和美方交流。13号抵达华府，接连拜会白宫国安会 AIT 华盛顿总部。会谈状况怎么样？谢谢。那有听说关于关税的部分，因为今天《纽约时报》有最新说台积电要加码，这部分有听说吗？有没有谈到？谢谢。基于和美方默契，回台之后才能说明。刚好因为关税消息，黄国昌的访美细节更引人注意。好，黄国昌说捏造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对话来带风向，就是呢要跟什么民主的友盟啊同阵线，没这事情。来，嘉瑜怎么看？因为黄国昌过去他一直说他跟美方的关系很好，跟 AIT 的关系很好，那但是他闪电到美国说要谈关税跟国防军购，这个其实让人家觉得有点打问号，因为毕竟在台湾，古立言其实也都拜访过民众党，也拜访过国民党，其实有什么事情在台湾也可以谈，那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需要特别闪电飞到美国，尤其是关税，黄国昌他身为民意代表，他也没有办法去代表政府去谈说台积电啊，或是其他政府的政策上可以去怎么配合。所以在这个时候，纽时马上的放出说，关税已经定案降为15%，所以当然外界就会揣测说，是不是要打脸黄国昌？他所谓要谈关税。那另外一个就是国防军购了，因为国防军购大家知道，这个一直都是民众党跟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很坚持没有把项目说清楚就不会通过的部分。所以如果黄国昌这一次回来，在国防军购的部分，民众党有转向的话，那我觉得他这一次确实有可能是被美方叫去好好的跟他这个恳谈，说这个国防军购的重要性是什么所以希望黄国昌能够理解，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赶快的快闪。所以我觉得国防军购的部分比较有可能是黄国昌这一次去跟美方谈的一个细节跟内容。所以我们就看后续黄国昌回来，在立法院民众党会不会在国防军购放行，或者是开始态度比较有松口。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就代表说国防军购才是这一次的重点。我觉得嘉瑜讲的大部分是对的哈。我觉得这个是美方的主动邀请，而不太像是黄国昌自己要去的，因为他整个行程是很匆促、很匆忙，而且跟黄国昌预先预定在立法院所做的一些东西啊，研会啦、开什么会啦，在
时程上是矛盾的，他不会安排成一个这么矛盾的，而且他去了在美国地面上活动的时间没有多久，就10几个小时。如果你再扣掉那个汽车的时程的话，他能够见面的人其实不多。而且我觉得这个关税是临时加上去陪衬的，因为老早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主要是讲国防经费。那国防经费为什么老美主动要黄国昌去？我就是鼓励人在台北跟蓝白政党的领袖施压的没有结果的衍生啊。那不但没有结果，总统还特别感谢，我觉得很奇怪，总统怎么感谢一个外国的驻台的使节来帮他通过一个公然这样的表示感谢，这也是很荒唐。但是我觉得老美这种打算啊，跟川普的作风很不一样。川普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委曲求全呢？不会的。所以这个是表示他的国安体系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国务院的体系的想法，还是掉在原先处理台湾问题的这种做法。我保证，这个黄国昌明天早上回来不会有成就，绝对不会。怎么有成就呢？他如果有成就的话，民众党就垮了。我保证，民众党就垮了，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民众党的所有的说辞、所有的论述都要从头来一趟。我觉得这个黄国昌考量自己、考量民众党的未来，他就算想要努力，往哪个方向努力都没有办法拿捏，而且这个可能的结果由不得你。在美国，你没有办法跟美国人较量；回到台湾，也没有办法说服国民党，更没有办法跟民进党有所进展。我觉得他这个是，但是以他目前的处境，这样匆匆忙的跑一趟，毕竟对他的声量有帮忙。基本上了哈，他不这个不是这2天决定的了哈。对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来看我跟他的对话啊，这是我跟黄国昌的 LINE 啊。1月1号，我传了我的新书，1月20号在立法院这个群贤楼要举办新书发表会。我1月号发了一个邀请函给他，我一方面恭喜他，一方面请他来。他怎么回答？在这里，他说如果我那天不出国，我一定会参加。换句话说，他早就在安排出国，对啊，只是哪一天不知道，可能要看美国那方面，因为他不是我要去就去，一定要那边要安排嘛。所以换句话说，1月1号我给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说，如果1月20号那天我不出国，我一定参加你的新书发表会。对呀，这早就安排了，不是临时，绝对不是那2、3天临时起意的，之前就在安排了啊，只是透过什么管道安排，见过什么人，我们现在不知道，只是这样而已。没错，其实就连国民党也是现在正在安排当中啊。大家以为没有安排吗？当然有安排啊。那是美国说跟你讲说，你们过来啊，我教训你们吗？当然不是啊。因为这里面其实你一定要去顾虑到这个平等嘛。刚刚提到的那个说华府资深人士，然后呢，这个是自由时报的独家，这个独家非常的有趣，这样子。这个独家呢是一位台北的记者，然后去访问一位华府的资深人士，然后说这一次呢黄国昌去呢，然后华府是为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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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很怪吗？就是一个华府的资深人士，就是一位台北的记者来访问，那他至少也应该要有一个，就我们过去的操作经验，他至少要有一个越洋电话连线吧，也没有。所以这位华府资深人士刚好人在台北的意思吗？就是我觉得带风向，其实这是大可不必。我的看法确实是不太一样。我认为确实现在呢，经过了大罢免失败之后，现在呢。美国国务院以下，我还不敢讲国务院以上，因为国务院以上，不管是 Rubio 也好，或者是甚至于包括了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国防部也好，乃至于白宫也好，他们恐怕现在的重心点都还在放在跟中国大陆的交往，而不会旁支到台湾身上来。可是国务院以下已经认清一件事情，你光跟民进党打交道是没有用的。因为民进党已经证明了，他就连发动大罢免都会大失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当然必须要跟在野党沟通啊。过去老美的处理方式就是如此啊，我公平的对待每一个政党，我跟每一个政党来合作。过去我相信他们认为
赖清德是有办法像蔡英文一样，然后一党独大，那我跟你民进党沟通就好了。现在不是这样子，因为不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包括黄国昌的访问，大家也不要忘了郑丽文讲了一句话，他说：“赖清德总统，你千万不要弄到我比你还要先访问美国。”我认为这个几率是很高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高雄初选出来了。昨天我们还在说，今天晚上这个民调，他6点打到10点多啊。然后呢，但是注意哦，他只打市话，没有手机。所以对于谁在家里接市话，你家里谁接市话？20岁小孩会接吗？大概不会吧。年纪比较大的，所以什么诈骗集团现在很喜欢打市话，接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的。有钱啊，比较容易被诈骗啊。年轻人反正也没什么钱、啊，相对啦，相对比较有钱哈。我在注意你有没有歧视年纪。好，那你说有钱我就没有意见了，你说比较傻我就要抗议了。民调就是这样子嘛哈。民调呢，基本上像 TBS 做民调，大概都一半手机，一半的这个室内电话。哦，那但是呢，做手机很难做。通常你如果有手机的话，大概起码这个民调做1个礼拜。对。因为丁廷宇教授告诉我。他们曾经做过民调，一个老手哦，不是一个新手，一个访员哦，做了1整天做手机，一通都没成功。我在开车，我在游泳，我在运动，我在举重，我在忙，而且民调他除了问问题，还要问你什么性别啊，什么年龄啊，住在哪里，一大堆这种没有根本挂掉的。当只要一挂掉，没问完这个问题，这个访问就算是失败了。所以呢。民进党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全部用市话，不用手机。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支持者年纪比较大人候选人是比较占优势的。好吧，不管，反正民进党反正大家都同意嘛，就这个方式嘛，愿赌服输了。那赖瑞隆拿第1名，跟邱莹只差0.6个百分点，差一点点。但是呢，邱莹也服了，好吧，既然答应这样做，就这样做嘛。那赖瑞隆说他要谦卑承担，要团结高雄。不过民进党也不错，他另外没有这个落后的3个都立刻表示恭喜支持所以呢3个对手第一时间都跟赖瑞隆道贺因为呢初选是赖瑞隆出现赖瑞隆也是赖清德喜欢的，对，支持的那陈其迈也就是说要团结，要整合迎接高雄的大选柯志恩说赖瑞隆是新潮流系的，是赖清德的人，未来就是我跟新潮流的对决，不是我跟赖瑞隆光赖瑞隆一个我怕什么呢？他后面是新潮流系那另外呢，嘉义今天晚上嘉义呢黄荣立跟蔡宜瑜今天晚上对决那另外呢台南林俊彦跟陈亭妃这个要压轴，就嘉义完了以后是台南那另外呢，因为这是赖清德的期中考，算是期中选举，所以高雄、台南南2都的人选，甚至也牵动到台北、桃园、新北的布局，所以呢，赖清德的意志变成关键。赖清德喜欢谁可能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看一下。谢谢大家，高雄加油！好，谢谢。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确定由赖瑞隆胜出。我也第一时间跟其他3位我的好同志们通过电话，那也谢谢他们给我的鼓励跟支持了初选它其实只是一个过程。那没有个人胜负，我们大家都是在为高雄来全力以赴。初选前的厮杀，选后不复见。根据民调结果，赖瑞隆以0.61%的差距赢过第2名的邱意莹，第3为许志杰、林岱樺则垫底。接下来的提名程序将会经由下礼拜的选对会提报中执会后通过。民调胜出者21日将正式被提名，这也等于接下来的高雄市长选举，国民党的柯志恩是对决民进党的赖瑞隆。我终于知道我的对手是谁了，然后我们终于可以让高雄的市容里面剩下2个不同人的看板，而不是所有都是他们这个部分。未来就是柯真跟赖瑞隆的一个决战，甚至你可以说是柯真跟新潮流整个的一个决战，资源非常的多。就算民进党公布的民调，柯志恩都是差一大截，不过柯志恩说自己准备好了。当然，这个民调也很奇怪了因为 TBS 的民调，柯志恩跟民进党的几乎都一样，还赢几乎这个4个赢3个，还赢2个。
就这边的民调啊，柯志恩说只有对手的一半，这有点奇怪哦。那这个民调怎么做？而且我们看了，我刚才仔细看，3个民调单位，中央党部也下来做，中央党部照讲应该避嫌呐。也许你赖清德这么主义某某人，对不对？那将来台南市也是哦，赖清德做，那到底那个答案有公信力吗？另外一个山水，一个点通，3家民调公司，我们看到山水做邱莹是赢赖瑞隆的哦，是56.253比上55.26，几乎赢1%哦。点通赖瑞隆是赢邱莹的，但是赢一点点哦，也赢大概0.8多而已。差最多是什么？是中央党部。中央党部是55-53，赢了将近2个百分点，所以民进党中央党部这个民调就已经 override， 就超越这2个的结果了。这点我就有一点可以这样吗？中央党部可以下来做吗？来，嘉宇。因为通常我们初选民调会有好几家民调公司，然后去抽选，然后看当天出来抽到的是哪几家，所以不一定会有中央党部。那当然，这个民调都在误差范围内，而且毕竟选前赖瑞隆跟这个邱莹的民调就已经非常的接近。那如果以 TVBS 的民调的话，过去当然赖瑞隆是唯一在 TVBS 民调里面赢过柯志恩的，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赖瑞隆出现也是非常的合理。那当然，你说柯志恩民调哪有这么低？那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在这一次初选民调中，绿营的支持者接电话的比率一定比较高，所以会放大我们当然我们的参赛者，我们的自己的候选人他的支持度，所以当然柯志恩会被压缩。所以实际上到了这次初选过后，民进党还是有内部整合的问题、团结的问题，还有毕竟还是要跟柯志恩这个一较高下，所以也没有这么乐观哦。但是毕竟这一次初选一过，虽然有一些些微的差距，可是其他3位都非常的有这个风度，而且马上就已经支持赖瑞隆，所以我觉得高雄的团结整合绝对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全力以赴来迎战柯志恩。来，伟汉，其实这个结果当然外界在看，因为4个人都蛮接近的。那赖瑞隆在这个 TVB 民调当中数次都是最高的，那他现在这份里面也高，但并没有高很多了只赢了0.68%。重点在于4个民进党的高雄市长的参选人。他们都在1个小时以内，po 了文章，然后比如说像林岱樺，大家最关注，他说他一定不会离开民进党，还要留在立法院。然后呢，许智杰 po 的还是跟赖瑞隆2个人一起的照片。好，那邱莹其实只差0.6嘛，也开记者会，他还不只有 po 文，就后续会关心，大家会讲说，后马没交准，他那个都是表面功夫啦，而有时候会是这样，就说这个候选人当事人要表示他的风度，可是下面支持者冰斗说我们一定不挺，那这样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团结嘛。但以这次的状况看起来，竞争非常激烈，可是他们的这个选后的1个小时之内，那马上今天是李嘉义，明天就是台南林俊宪跟陈亭妃都是观察点。那如果说林俊宪跟陈亭妃这么激烈，也能够输的那个人很快的去攻击对方的话，那谢龙介跟柯志恩面对就是个团结的民进党，不止他们4个人会团结。陈其迈一定希望高雄赢，还有一个是赖清德，所以柯震的1个打6个。当然，柯震上次已经有到高雄市长选举，已经选到40%以上了。那国民党的支持者跟讨厌民进党跟讨厌赖清德的这个支持者都会投给柯震，柯震是不容小觑啦。只是说台南跟高雄的选情，以这次状况看起来的话，原本认为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成沙卡都的这个状况，今天已经确定没有沙卡都，林岱樺就留在民进党。这个初选的结果有一点是我预料当中，我觉得说结果出来以后，虽然很剧烈，竞争很剧烈，但其他落选的3个一定不会造反。你看讲的多漂亮，林岱樺选前哭天抢地，那讲的真漂亮，让我感动所以这个民进党在这方面的团结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比较搞不懂的，并不是说像你讲的，你这个民调专家都会去看怎么样差0.几我觉得就大势来讲包括以前的TVBS 的民调专辑来看，今天的内容就惊险胜出，大家都觉得于情于理还可以的。但是我不懂的，就是选前黄伟哲陈其迈。这个阿扁3个都大咖，2个都是南部执政的民进党的首长，他们都对邱莹所以为什么？还有苏贞昌，我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的共同因子就是跟新潮流有仇，是吗？为什么以地方首长之尊
敢这样公然压这个邱莹，而邱莹竟然输了，这个我想不出来。我本来想打几个电话问问民进党里头的资深的，但是后来算了，不关我事。应该是个人交情啊，因为黄伟哲在台南也是挺林俊宪啊，也是新潮流啊。那因为邱莹从政的资历比较深，那加上他父亲在美丽岛时代等等，所以我相信他自己家里的人脉，包括他个人，其实跟这些人都很有交情。那赖瑞隆他是助理出身，早期在菊姐身边，然后到现在当上立委等等，我觉得他可能在党内里面跟邱莹比起来，人脉还是差了一截。我的解读是，新潮流的南流啊，在南部的力量是相当程度的式微。你看，黄伟哲新潮流的市长，对不对？竟然在台南支持林俊宪，而在高雄不支持赖瑞隆。新潮流对新潮流啊，竟然不要，这好大的胆子啊，不是吗？不，他们有的是这边支持这个，那边支持那个了，都双面押宝了，双面表态了。哦，这边高雄支持邱莹，台南就支持林俊宪啊。那而且知道呢，林俊宪的孩子跟赖清德更熟嘛，关系更好嘛。不过我还是觉得了哈，就是因为中央党部赖清德已经表明了支持这个支持那个，所以中央党部那么多民调公司，你干嘛下来做呢？如果说你譬如说，如果直接以山水跟点通来看，是邱莹胜出你如果这两家邱莹胜出这边输0.89个百分点，这边赢差不多将近1个百分点，两个加起来他赢一点点啊，0.1也赢啊。但是只要把民进党中央党部加进来就输了。那民进党中央党部是不是公平公正呢？赖清德真的没有偏好谁吗？没有派系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渡悠悠之口，我也认为说赖瑞隆其实也不错。赖瑞隆上我们很多次节目，我对他印象不错的，在这边表现蛮理性的所以这个对个人我没有意见，只是你何必中央党部也下来做民调呢？那么多民调机构，你就是这样现在就委托人家做嘛，你自己杀进来，你什么意思呢？而且还因为是你才影响到这个结果，不奇怪吗？继续再回来。台肥很重要的这个国营事业原来吴怡你要去当董事长，就被人家这个各种批评，说他当台肥当董事长怎么回事啊？结果现在呢，又把柳营区农会的前总干事叫陈佑新，说去台肥当总经理，所以大家也讨论是怎么回事？谢龙介说这叫做公器酬庸，把国家的公器拿来酬庸那而且呢，这个是赖政府公器酬庸换取农会系统支持林俊宪，而且把资源下去是有效的。这对我们在野党来讲是很无奈的，因为这是民进党的主场优势，但是让社会观感不佳。谢龙介在台南嘛，那另外呢，这个说林佑新呢打算选立委，那他说暂无规划，不是没有规划，暂时没有规划，现在没有规划。来，这个吴委员怎么看？我想，我再拿一句，我们早期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我想这个在现在的民进党执政的整个体系里面，其实就看得到。所以呢，你上品要信赖了，你下品皆绿色。现在状况变这样嘛？你今天已经不是能力至上的时候了，你现在只要进对门跟对人，那你的仕途就一帆风顺。所以常我们听到就是整个文官体系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其实都被摧毁光了。所以什么人，即使一个中阶的位置，他也要看你的颜色正不正确。那当然了，颜色正不正确，这是一个中阶的位置。但你要到高阶的位置的时候，他更要看的你跟的是谁。那我想，这位陈佑新呐，因为他当初加入名字都叫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对，因为他当初进民进党也是赖清德推荐的嘛，所以他跟赖清德一定有非常程度非常深的一个关联性啊。那这也就是看到赖清德其实他一路都在提拔自己人，当然这也是巩固自己的势力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换个角度我们去看，就是他会让非常多兢兢业业在自己工作岗位上面，他们会有时候会很失望，会很失落。尤其是台肥，它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员工或是中阶干部，其实他们一直很努力，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些
这些长官到最后都是一些特定状况空降的。那甚至他过往他的能力有没有经过验证？其实大家是打一个问号。他有没有一个就是让大家一个公认说，这个人他确实很适合当总经理这个位置？因为总经理没有那么简单呢，更何况台肥他底下的不动产等等的那么的多。那你今天派一个自己人去，那他如果又没有相关的能耐的话，那他值得这个工作吗？第二个，他有一个东西很有能耐，也就是他在动员这些相关产业的时候，因为大家有搜寻了一下他的资料，他在过往这个赖清德他的一些竞选时候的一些活动的时候，这个陈佑兴他就有办法去找他们相关产业的这些老董们都来支持。我想动员这一块是非常厉害，但是这样的人脉有没有反映到他有能力能够去 handle 好一间老牌的公司，而且他资产非常大的公司？其实这个我们就打个问号嘛，这就是将来我想说，我们就会去看看到底你赖清德用人的习惯是什么。他这边说呢，朝中有人，因为他跟赖清德结缘很早，赖清德当台南市长就他去农业局历练，又这个4年前加入民进党，也是赖清德推荐，等等等等而且呢，总统竞选期间跟着竞选团队卖力辅选。以前呢，大家知道以前的国营事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不是随便就来的，那都是基本上在社会上你叫个名字，大家也知道他是谁啊，没有说陈佑兴，不知道是谁不管是台肥啊、台糖啊、台水啊、中钢啊、台电啊、中油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的国营事业一年预算多少钱吗？中央政府总预算3兆，国营事业也是3兆这么多的资源呢，都在国营事业。那以前的总经理、董事长不是说阿狗阿猫随便就来做的你这样的话，一方面对专业人士来讲不公平，对这个另外一方面，你是把国家的这个资产，你到底怎么用的？老沈，来你说。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秘辛给吴委员做参考。当年马英九提名我当监察院副院长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已经有一个人就眼睛看着那个副院长那个位置，就非要不可。所以投票的结果就是他所属的族群跟派系系统一票都没有进来，就他不服气了，因为他要做副院长。那后来国民党怎么处理他的后来去当什么呢？台肥总经理，而且一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台肥这个国营事业就是不需要什么专精。我不懂啊，你说他没有支持你当副院长？那他应该受党纪处分，怎么还给他台肥总经理的？怎么有这种事情呢？不是他，因为当你监察院副院长不一定要委员，他怎么党纪处理？他不是带头的委员不投你，不是带头。不是所以他整个不是，比如说你是属于客家系统就一票都没有进来嘛。所以呢，我强调不是在抢我过去的这种丢脸的新闻呢，我是在强用作用做酬庸，我是强调台肥的董事长跟总经理一向被用来做酬庸是不分颜色的。不，基本上不是这样的。我甚至觉得，如果你讲是真的，我觉得国民党在当时是没有原则。我告诉你，如果这样，我提名你当这个副院长，你们这个派系居然敢把你干掉，给你什么台肥总经理，开除党籍啊？那你回去，你的书有没有写这个？你要修改了。我跟你讲，当初马英九提名我的时候，马英九的底下包括党中央的秘书长，没有一个人听马英九的话。不过我觉得，不过当然，马英九因为受到你这个教训，他才愿意做国民党党主席。没错，原来他是不想当党主席的。对啊，我觉得不分蓝绿，但我们不分蓝绿都要批评。对，当初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国民党其实发生的事情，我骂的实在不少。2100时代的时候，其实国民党很多的官员中箭落马，其实都是2100节目所促成的。因为你如果不适任，那有什么道理我们还要去支持你呢？陈佑兴的状况其实就是如此，他今年将满40岁，我觉得他最大的经历就是他有一个好爸爸，再加上一个好公公。他爸爸是前柳营农会的总干事，他的公公是前台南市议员，所以呢，一个是市议员，一个是柳营农会。当然，农会其实它的地方动员的能力其实是有一定的能力，可是问题是他的之前的经历就是柳营农会总干事。
柳英农会总干事，当然总干事其实常常就是主要负责农会当中的主要人物。可是问题是，柳英农会是台湾最大的农会吗？它有排名到前5名、前10名吗？都没有。那他有把柳英农会做那种多么的10年了，有没有非常的脱胎换骨的成绩单呢？也没有。所以他没有成绩单，大家对他不熟悉、不清楚，所以就只能够记得说啊，他跟赖清德关系很好，他爸爸呢是柳英农会的前总干事，他的公公是台南市的前市议员。今天的问题在于啊，因为台肥这个位置，我反对台肥任何的酬庸了哈。那之前呢，其实这件事情会特别受瞩目，是因为呢，赖清德上任了之后，派任了一位台肥的董事长，叫做李孙荣。其实李孙荣这个人没有任何人有意见哦，他派的其实就是赖清德的人哦，没有意见啊。你是这个嘉南药理大学的这个教授，然后你是化工的专业，以台肥来说，你可以是农业的专业，你可以是化工的专业，你可以是经营管理的专业，你也可以是土地管理的专业，因为台肥的土地真的是太可怕，太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任何一个专业如果是被人津津乐道称赞的话，大家都没有意见。所以李孙荣大家是没有意见的。结果李孙荣突然的被撤换了，也是在赖清德任内，你任命没有多久，1年多的时间，突然间他就被撤换。被撤换那时候传言是说吴怡宁要去接董事长，结果实在是反对声音太大，吴怡宁的案子就没有过，然后就由原本的总经理去接董事长，所以空出了总经理的位置，然后让陈佑兴来接任。请问一下，陈佑兴跟吴怡宁到底有什么差别？差别就是他们的爸爸是不一样的，很厉害，就是一个是吴胜的女儿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陈宇次的女儿嘛，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当中认为合理的作为吗？好不好？所以呢，这个联合报用这个讽刺的方式了，说呢，从当时要叫吴怡宁去做董事长，现在又陈佑兴变成总经理，很励志，非常励志。年轻人好好学学，有努力都可以干台北董事长、总经理。所以呢，联合报的社论也是说，吴怡宁到陈佑兴，赖政府把台肥当成大肥肉，其实不只是台肥，好，其他有一些国营事业也是这样子。哦，我对台肥，我其实没有人什么台肥人啦，我当立委的时候也没有在经济委员会，但是我还没有当议员，没有当立委，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一次业务关系，我想去台肥苗栗厂拜访他的厂长，完全不认识，我就托一个朋友介绍。那个苗栗厂厂长是台肥协理兼苗栗厂很大哦，厂长，他是从沙烏地阿拉伯，因为那时候台肥为了援助沙烏地阿拉伯，到沙烏地阿拉伯建立一个大的肥料厂，对，在那边当了几年厂长，绩效很好，才调回来，对，才当台肥的协理兼苗栗厂厂长。哦，因为他也不要见我啊，我跟朋友说，他给我15分钟，我去，我开了2个钟头车到了苗栗去，15分钟以后我说讲完了，继续讲。所以我就告诉你，这样的人才不过能当台肥的协理。现在这些人一来就是董事长、总经理这样子干的，就要再回来。好，选举要到了哦，各地要大礼包哦，要各种建设哦。北宜台北到宜兰到底要不要建高铁？哦，原来经费是当时苏贞昌行政院长勉强核定的时候是1000多亿，1700到1000多亿，现在已经增加到4000亿，还没开工哦。等到开工后，我怕如果大家今天我留下记录，没有6000亿到8000亿啊，我不相信。你看好了，真的完工看要多少钱啊？那这个因为他们说部长级的，因为好几个部长了，包括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呐，哦，包括这个前政务委员张景森呐，哦，还包括好几个贺陈旦啊，交通部长贺陈旦都说政府应该要审慎考虑，甚至喊停。哦，第一个呢，它这边有3条路线呐，哦，现在的普悠玛，哦，这个直铁、高铁有不同的路线。第一个他们就说，第一个花很多钱，第二个呢，这个到时候呢，可能也解决不了雪隧塞车的问题，要开车还是开车啊？然后呢，可能把台铁的生意又抢去啦。然后呢，票价又很贵，因为它建设很贵，你票价就很贵嘛。哦，
但是呢，到底该还是不该，有不同的看法了。哦，说宜兰人还是期待嘛，自己到底20分钟，比现在的这个北宜直铁如果要开是46到54分钟，现在普悠玛是65分钟，所以20分钟还是快的哈，还是快，也不是每个人都开车嘛。哦，所以他们就说这是一个公共决策的问题，公共决策就不应该有政治考量，就应该真正的尊重专业，到底怎么样是比较好的？现在一有政治进去就麻烦了哦，因为现在要选举了哦，所以呢，张景生说这叫做史诗级的错误哦，说政府不应该被选举绑架哦，而且说呢，这是当时某一个部长，他也不讲名字了，天才级的政治创意。说最早的时候呢，是民进党的新境界新什么这个智库啦哦。那他们想出来的点子哦，后来呢，这个就由一个交通部长哦，然后呢，这个提出来，李华明就提醒说，雪隧就算开通了，让物价上涨了，房价上涨了，宜兰人有没有受惠呢？哦，其实也有受惠了，不过开店的哦，生意就很好嘛，房子涨价，宜兰也涨了，也不能说都没受惠了啊，好吧？所以他有各种比较了哈。那到底花多少钱，效益怎么样？柯文哲说炒地皮哦，就让有土地人那边能够发财哦。那陈婉慧哦，民众党的这个也想竞选，这争取宜兰县长的这个陈婉慧是说呢，行政院应该暂缓核定北宜高铁的政策哦。但是呢，民进党的绿营的县长参选人叫林国璋哦，他是说哈，这个好政策。应该要支持。来，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吴委员怎么看？他也想在宜兰要选县长的。我想这个高铁延伸到宜兰其实这个议题我从前年就开始关注这个议题了。那其实这个议题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去年7月。就交通部在启动这2届环评再次审查之前，他只有在宜兰市办过一场公听会，只有1场而已，非常奇怪。所以我那时候在质询的时候，我就多次要求，甚至我还做过那个临时提案等等的会议记录也都有提。但我当时就说不能这样啊，这么大的一个公共政策，你竟然没有跟当地的人民沟通。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公共政策一定有支持有反对，有人获利，有人受害嘛。所以这个东西没有绝对好，也没有绝对坏，重点是你要沟通，然后你要跟大家好好的坐下来谈。所以那一次之后，交通部他们开了公听会之后就没有下文了。那我多次一直逼他们，到最后好不容易我自己办了一场在礁溪办了一场说明会。那我当时请了那个道安司的司长，还有铁路局的局长。还有那个环境部、内政部都有请人来，那当地出席非常非常踊跃，那场几乎爆满了。当地的什么乡长啦、乡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甚至当地的议员，然后这些乡民代表、公民团体，一大堆人把那边挤爆了。那大家的意见非常两极，我只能说极度的两极，而不是有一个7、8成像的那个共识。那这个情况下，到最后我拜托交通部，你们要继续多开说明会或公听会来跟大家沟通，而且我还多次在之后的交通委员会里面多次提出，但是我完全不受重视，交通部完全不理会我们，后续就是不做就是不做。但是我必须讲，到底高铁好还是直铁好，真的没有一个定论，这个是非常高度专业性的东西。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在评估的时候，请用专业来判断，而不是政治。我非常认同这句话，不要再放政治进去了。我在当地走的时候，有非常多宜兰当地人拉着我就直接讲，为什么高铁那一块地政府要这么做？因为谁已经买好土地，谁？当然这个我不讲，是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我听了，我只能说是，我谢谢这样子。但是讲了非常的那个都有名有姓的，那也都有关联性的。他就说那个土地那个什么从化区，他们都已经处理好了，谁买了哪一块，谁又跟哪一公司买了哪一块，地方当都在讲这些。好，那这个状况下，政府是不是更应该主动的去地方上面跟地方，只要高铁那个轮廓过的那些邻近的乡镇，所有经过的，你都要去跟他们好好沟通。包括有设站，包括没设站，只是经过，因为你知道很多地主很有意见，因为高铁的那个铁路过去之后，旁边有限建的问题啊。你要高铁的那个高架在那里，旁边不是说马上要怎么建就怎么建呢？
然后甚至它可能有引水的路可能要被切断，农田要被割裂使用。它原本可能农田这个有700、800坪、900坪，因为你这一过去剩下2个200坪这样。它会有那可能跟农舍新建等的都有关联性，所以政府你不能够这么样。那对宜兰人而言，他们也很讨厌一件事，就是说，宜兰人大家很讨厌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你中央推政策都是用强迫我接受的？你要来跟我谈嘛，你要听听我们在地的声音。非常多的公民团体，而且我跟各位报告，那个公民团体是极度支持民进党的，平常我有认识他们一些人，他们平常极度支持民进党，但是在这一次高铁的事情上面，他们跳出来反对。所以拜托交通部重视一下我们宜兰人的心声，多沟通，多开公听会，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现在交通部新建北宜高铁计划送行政院核定，路线从高铁南港站出发，全线总长60.6公里，途经南港、汐止、平溪、双溪、贡寮，预计最快2036年通车。台北到宜兰只需要27分钟。但前交通部长贺陈旦就批评北宜高铁行政程序十分错乱，环境部也没有提出正式的环评结果。前内政部长李鸿源也替宜兰人发声，认为这并非在地人所要。你要不要问问宜兰人呢？第一个，物价也涨了，房价也涨了，他有真正得到好处吗？以前我们到宜兰山明水秀，我们要住1个晚上，然后消费了，然后再回来。今天因为太方便了，一去吃完饭，垃圾制造一堆，拍拍屁股我就回来了。原本的台铁南港至花莲提速改善计划，也就是北宜直铁，交通部2019年突然决定方案纳入高铁，前政委张景森就批评北宜之间只有4到50公里，不适合高铁，1小时只有1、2班，每天近万的通勤族跟旅客仍然是开车，而且雪隧一样塞，但高铁却会杀死东部台铁，而且从当初的1764亿元经费暴增到3521亿元，未来很可能突破4000亿。那原先效益早就不复存在，难道还要硬干吗？塞车问题坐了高铁不能解决嘛？一样是不能解决，因为去宜兰的人是不会坐高铁的啦。那他如果会坐高铁的，是原来是坐台铁或者坐客运的，他现在调成4倍。那这样这个计划还有可行性吗？前官员都指出，北宜高铁无法解决塞车问题，再加上经费暴涨，恐怕已经失去原先效益。包伟汉。这个话题是一个深水题，我们应该会谈很久。陈婉慧是县长参选人，他说请行政院暂缓。林国章也是县长参选人，他说他好的政策要支持。那刚刚中间有中间讲他的看法，我跟大家报告哈，2024年3月这个新的立法委员刚上来，包含中线委员的时候，立法院院长很少去联署要提案的。韩国院长提了一个环台这个高铁案，对不对？他跟江启臣还有傅昆萁，他是希望把它串起来的。那当然。不等于韩院长支持这个案子，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是1700亿的建设，现在变3500嘛，所以花那么多钱。张景森基于他的专业，他说，当你一开始提案是1700，而现在已经追加到3500，甚至可能还会破4000亿的时候，你应该要回来可行性评估再来一次。所以这是中央交通部、行政院还有专业的问题。那我刚刚只是提醒大家，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不用用政治来看，因为韩院长他看的也是台湾如果可以有一个高铁环岛环台，那么去宜兰、去台东、去花莲都会更快速，对于地方建设发展会带动。第二，因为今年要选县市长，所以县长参选一定会被地方的乡亲。我不住宜兰啊，可是宜兰人他可能会问他县长参选啊，管定北啊，管定嘛，你到底是北啊不爱？他会以此去决定我要不要投给这个人。所以对于3位或4位的主要的县长参选来讲，这是一个一个烫手山芋。我觉得刚刚吴委员有你讲了一大堆，但是你没有讲 yes or no 啊，对不起。没有，所以我说这个是专业的判断，所以你避开了嘛。这个你必须要沟通嘛。不，我的看法是这样，大家都看到有没有图于地主啊，图于谁啊，图于这个。我比较在乎的，就是说你这个宜兰附近会用上这一段高铁的人口的数目啊，到底能不能 sustain 这一段高铁的营运？要多少年才不亏本？要亏多久？不要忘掉，高铁是上柜公司啊，你知道有没有问过股东啊？最大股东交通部了，来。对啊，因为交通部决定了，就会决定一切。我只问一件事情，这个对宜兰真的会好吗？因为如果高铁只有延伸到宜兰，那这个应用的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少。然后，可是如果说你如果说我是东部要整个玩一趟的话，那对不起，我还要去换到台铁，那距离又远了，那可能你又必须